从热田神宫出发之后，信长军并未选择更近的沿海路线，因为受潮汐的影响，道路泥泞不利于骑兵行进，而是先前往丹下寨短暂休整之后，转至善照寺寨，也就是织田军在边境地区的重要据点，视野开阔，既能监视金川军的动向，也便于集结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当信长率军抵达善照寺寨时，已经是5月19日上午10时，前方传来了第一个噩耗。丸根寨的织田军500余人出城和松平元康展开白刃战，最终全军覆没。守将佐久间胜重战死，旧金寨的守将织田秀米、范尾定宗率军顽强抵抗，但因寡不敌众战死。范尾上清率残部败逃，旧金寨和丸根寨的失守意味着大高城的防线崩溃。现在金川军只需要再攻克明海城周围的剩余堡垒，便可直捣黄龙，也就是信长的居城青州城。信长站在高处，遥望着西南方向，那边的硝烟还没有散去，那是丸根寨和旧金寨陷落后的残火。此时的织田军兵力终于集结到了2000人左右，其中还包括前田利家等重臣率领的部队。而金川议员的本阵已经越过了踏挂城，正在向大高城方向推进。但是金川议员的兵力分布比较分散，25000高达中1万人用于协助大高城，1万人负责后方防守和补给，跟随金川议员的护卫兵力仅约5000人。就在信长还在善照寺部署的时候，织田家的将领佐佐正次和千秋纪忠率领约300名敢死队突然向金川军的先头部队发起了冲击。这场战斗极为惨烈，也极其迅速。由于兵力差距实在太大，佐佐正次和千秋纪忠当场战死，织田军损失了50多名核心精锐。后世很多人分析，这可能是信长的一次诱敌策略，他需要通过2场失败的规模较小的突袭，向金川议员传递一个虚假的信号。织田军慌了，他们正在做绝望的无组织的自杀攻击，成功的将金川议员的部分护卫兵力吸引到了佯攻的方向，使得金川议员身边的守卫变得更加薄弱。当然，这个信号被金川议员精准地捕捉到了。收到丸根旧金沦陷的捷报，又看到织田军的前锋被轻易碾碎，金川议员见此情景，得意地说道：“连天神魔鬼也无法阻拦我军。”19日正午时分，金川议员的本队抵达了一个叫做统辖间的地方。这里并非狭窄的山谷，而是一座海拔约100米不到的小山。信长公记里面明确记载其为山。议员在这里下令全军停止前进，大家坐下来吃顿好吃的。为了庆祝胜利，他还在阵营里兴致勃勃地听了3段歌谣，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接受家臣道贺。此前的胜利让金川议员放松了警惕，认为织田军已无力反击。与此同时，信长命人在善照寺寨竖起大量织田军的旗帜。善照寺寨与统辖间山近在咫尺，从山上望去，会被人误以为织田军的主力都集中在善照寺营寨，从而忽略了向统辖间山逼近的织田军主力。织田信长命令全军从善照寺寨前往中岛寨，这条路非常的狭窄，两边全是深不见底的水田，骑兵只能单排通过。此时信长兵力仍不足3000，家老们再次劝阻，强行进攻恐难取胜。但是信长不管，他说：“你们都听好，金川军昨夜为运送粮草奔波，又在丸根山、旧金山苦战，早已疲惫不堪。我军则是养精蓄锐的生力军，兵力虽少，但胜负取决于天意。记住，此战若胜，我们将扬名后世。”信长带人踏上了那条狭窄的田间小路。正午时分，在中岛寨附近时，织田信长通过内应得知，金川议员已经率领护卫兵力抵达统辖间山。信长向统辖间方向望去，已经远远观察到了远处统辖间山上的金川军旗。信长决定孤注一掷，兵分2路，一路由信长亲自率领，沿东海道向金川军主力方向推进；另一路由前田利家等人率领，渡过守月川，对金川军的松井宗信和锦衣直胜队发起骚扰攻击，目的是吸引金川军的注意力，为信长本队创造机会。信长决定赌一把。天空突然阴云密布，一场足以改变日本国运的大暴雨正在云层中酝酿。此时是19日下午1点，1560年5月19日下午1点，天色突然像被泼了墨一样，突然降下好雨，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来分析一下金川军当时的处境。第一，没有视野，在暴雨中人的能见度不足10米，金川军部署在外围的斥候瞬间成了瞎子。第二，降噪，
暴雨完美掩盖了织田军军队的脚步声，信长根本不需要玩什么悄悄进村，他只需要在大雨中全速推进，老天爷自会帮他把背景音调成静音。第三，生理摧残，冰冷的雨水灌进甲胄，士兵们纷纷放下手里的长枪和弓箭，缩在树底下，原本严整的阵型在这一刻碎成了渣。传统说法中认为织田信长采用的是侧翼迂回，但是现在根据考证，信长走的是一条极其大胆的中间路线。他从中岛寨出发，不顾家臣劝阻，直接切入了金川军侧翼的一处高台。为什么要选高处？在冷兵器时代，从高处往低处冲杀，重力加速度带来的不仅是冲击力，更是心理上的泰山压顶。下午2点，雨势稍减，天空迅速放晴，迎接金川军的是刺眼的阳光、铁炮射击时的轰鸣，以及漫山遍野俯冲而下的织田马回众。金川军陷入了混乱，他们此前因为连胜而麻痹大意，且还未从暴雨中缓过神来，此时误以为织田军主力已经抵达，纷纷四散奔逃。信长亲自手持长枪冲在了最前排，他的目标很明确，金川议员的轿子。在战场上，主帅坐轿子是地位的象征，但在这一刻是死亡的信标。议员的教父们看到织田军俯冲下来那一刻，心理崩溃，扔下轿子就跑。议员本人当时大概还在整理被雨水淋湿的公卿服，等他意识到危险时，织田军的长枪已经抵到了喉咙口。议员身边的300名侍卫展现了最后的尊严，这300人是金川家的核心精锐，他们迅速集结，把议员围在中间，试图往塔挂城方向撤退。这场本阵突围战打得异常惨烈，织田军采取了轮番冲击的战术，像锯子一样一层一层地锯掉金川议员的防御圈。信长的近臣们也接连战死，战场上的泥地被血水和雨水搅成了红色的浆糊。战斗到了最后一刻，议员身边只剩下了不到50人。织田家的武士服部春安第一个杀红了眼，他看到了那个穿着华丽甲胄、已经下轿步行、累得气喘吁吁的金川议员。服部春安挺枪便刺，金川议员虽体型肥胖，但师从剑豪，灵其重信，武艺高强，临死反扑，拔出腰间的中山左文字，一记精准的横斩，砍断了服部的膝盖。服部残掉倒地，眼看议员就要补刀，第二个猎头者信长的亲卫队队员毛利良胜跳了出来，从背后突袭，用刀穿透金川议员的巨足，刺入其背部。金川议员转身反击，一脚踢向毛利良胜，因为腿短未命中，自己反而被毛利良胜扑进了泥坑里。2个男人在泥坑中翻滚扭打，议员拼死反抗。据传他在临终前甚至狠狠咬掉了毛利良胜的2根手指头。但毛利良胜更狠，他顶着剧痛，抽出短刀，从甲胄的缝隙处刺入，利落地割断了金川议员的喉咙。下午20时10分左右，东海道第一宫取，金川议员的生命就此仓促终结，年仅41岁。随着议员的人头被挑在枪尖上，整个金川大军崩溃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这几万人的庞然大物，本质上是靠议员的个人威望强行粘合在一起。大脑一死，四肢立马瘫痪，失去了指挥的士兵们四处逃窜，部分士兵试图逃入周边的泥田躲藏，却仍被织田军的士兵斩杀。剩下的残部纷纷向骏河撤退。原本如日中天的金川帝国，这一刻像一座被抽掉了地基的大厦，在违章的泥沼里轰然倒塌。19日下午3点，统辖间的风里全是铁锈味。信长没有在战场上逗留太久，他只是简单的检验了一下金川议员的首级，确认无误之后，立刻下令全军撤退，返回青州城。这是一个极度冷静的决定。金川家还有几万大军散布在尾张，虽然主帅死了，但如果这帮人回过神来合围青州，他依然要死。他必须抢在对手崩溃的窗口期，确立胜利的既成事实。次日，青州城举行了隆重的首食检。据信长公记记载，织田军斩获的首级多达3000以上。不过有一说一，这个数字在史学界一直有争议。当时信长兵力也就2-3千，能砍下3000颗脑袋，意味着每个织田家的士兵都得斩杀1到2个人，这在白刃战中是非常惊人的战绩。但这个数字的政治意义要远大于军事意义。信长要通过这3000颗脑袋，向周边的势力传达一个信息：织田家已经不是那个可以随便欺负的傻瓜了。同时，信长展现出了他作为政治家的格局。
他没有把金川议员的脑袋挂在青州城城门上羞辱，而是专门修建了一个议员冢。他请来僧人为战死的金川士兵举行供养仪式，同时对参与战役的功臣进行了隆重封赏。毛利良胜因为斩杀金川议员，被授予了知行第200石，并成为了信长的直属亲卫军，也就是马回众，从此跻身织田家重臣行列。服部春安虽在战斗中负伤，但因率先攻击金川议员立下首功，被任命为铁炮队总队长，负责织田家铁炮部队的扩充和训练。前田利家被提拔为赤木一重，成为信长最信赖的年轻将领之一。此外，信长还对在战役中战死的将领家属给予厚待，如佐久间胜重、织田秀敏的家人均被授予相应的抚恤领地。此举不仅稳定了家臣的情绪，更让织田家的凝聚力大幅提升。而由服部左京亮率领的水军进入大高城下，未曾做出战绩便退去。回航时，船队在热田浅水滩岸登陆，打算到镇口放火，却遭到织田军民埋伏袭击，数十人被杀，最后只好返回河内。还记得我们的松平元康吗？议员生死的傍晚，身在大高城的松平元康从舅父水野信元派来的使者前井道中口中得知议员已死的消息。元康不敢久留，趁夜离开了大高城，一日金村，在20日进入了大树寺，于6月6日占领了遭骏河兵舍弃的冈崎城。随后，信长率军攻克了踏挂城和大高城，踏挂城城主近藤景春战死，而明海城城主冈本元信死守城池不出，被织田信长包围之后，提出愿意投降换取主公议员的首级，为议员举行葬礼时，信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派遣10名僧人将金川议员的首级送往明海城，明海城遂开城投降。此时3座叛变的城池尽数被信长拿回，信长重修了明海城、大高城和踏挂城，将这3座城池改为织田家的前线堡垒，任命亲信将领驻守，并配备了精锐的铁炮部队和充足的粮草，修复了东海道在尾张境内的路段，设立船马驿，也就是驿站，确保军队调动和粮草运输的效率，同时加强对五条川、守月川等河流的管控，防止敌军从水路进攻。金川议员的爱刀中山左文字于南北朝时代制造，起初由3好任长赠送武田信虎，信虎又转赠给了女婿金川议员。金川议员战死之后，此刀被毛利良胜献给了织田信长。信长得到它之后，对他爱不释手，重新对刀身进行了研磨和调整，从此成了信长的标配，陪着信长进军美浓、上洛、火烧比瑞山，直到22年后的那个深夜，本能寺之变。信长死的时候，据说手里握着的依然是这把从统辖间抢来的战刀。这把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载了信长一生的武运。我们回过头来看，统辖间之战，织田信长获胜是偶然吗？如果你只看到那场雨，那它就是偶然的。但如果你看到信长对家臣的心理重塑，看到他在热田神宫的士气动员，看到他那支不种地的职业化马回众，看到他敢于深入狭窄中岛寨的战术博弈，你会发现这是一场精锐对杂兵的必然。信长用最小的切口切开了庞然大物的动脉。我们要知道一点，为什么信长几千人敢去冲击几万人？很多人看战国战争只看总人数，但实际上金川家的几万大军水分极大。金川家采取的是传统的兵农合一的模式，2万多人里有一多半是临时征召的杂兵和族亲，平时种地，打仗时拿着长枪充数。这帮人打顺风仗的时候声势浩大，一旦主帅出事，瞬间就是乌合之众。而信长手里这2、3千人结构完全不同，其中有几百人是信长的马回众，你可以理解成信长的私人职业特种部队。这些人不种地，天天钻研杀人技巧，吃的是信长发的军饷，命是信长的。这就是高浓度职业化部队对上低浓度半职业大军，在局部战场上产生的爆发力是极其恐怖的。统辖间之战之后，原本依附于金川家的松平元康看清了形势，回到三河，选择了和信长结盟，形成了一个可怕的战国轴心。自此，金川家迅速衰落，退出了霸权争夺。而织田信长拿着这张带血的入场券，正式开启了天下不武的狂奔之路。统辖间不只是一个地名，它是一个分水岭。
它标志着那个靠血统、靠人多势众就能统治的旧时代崩塌了。一个靠职业化、靠高效组织、靠领袖魅力的近代化时代，在信长刀下破壳而出。好了，统辖间之战我们就聊到这。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可以，记得点赞关注。我是天下不读，也就是原来的姓长的小信。咱们下期见。